他一斧頭砍下去，一股白色液體瞬間从樹幹噴了出來。等待已久的歐洲富豪趕緊拿嘴去接，貪婪的大口大口喝起来。在歐美，有些上了年紀的富豪，每年都會專程坐飛機來這鳥不拉屎的地方，就為了喝一口這樹裡面的水。說是身體狀態不好的時候，喝一些這種液體，第二天就會很舒服。起初富豪們並不知道這水是什麼東西，為此還專門請了科學家來到現場取樣化驗。研究後才發現這汁液營養豐富，竟然含有60多種植物基營養素，而且它喝起來自帶甘甜，口感細膩柔潤，很快就成了富人們的最愛，因此價格暴漲，10毫升就能賣到1美元。這便是被人稱為液體黃金的白樺樹枝。白樺樹枝只能在每年開春後的15天內採集，一旦錯過時間，樹枝就會被春芽全部吸收用於發育。同時為了保護樺樹，規定每棵樹3年才能採收一次，苛刻的採集條件限制了產量，所以以前白樺樹枝基本屬於富豪們的飲品。我國近年非常重視白樺樹枝開發，在北緯47度以北興安嶺地區，每年一開春，工人們就會爭分奪秒地衝進極寒的森林，搶收這份自然的饋贈。即使這樣，一棵樹也要採一整天才能灌滿這麼一小袋，可見它的珍貴程度。同時為了白樺樹枝的品質純正，每一袋都有一個2維碼，能夠做到追根溯源，經過低溫滅菌後就可以直接灌裝，鎖住樹枝的營養和新鮮。廁所牆上長出了頭髮，縫隙裡還有一點點紅色印記，看着好像是血。主人輕輕拽了一下，就掉了好幾根，嚇得他趕緊停手，生怕拽出來個人頭。而且廁所牆壁很厚，裡面還是中空的，難不成裡面真的有東西？房子呢是他們租的，才住進來2個月而已。房東過來左看右看，說可能是什麼植物的種子發芽了而已啊，沒什麼大驚小怪的，反正我房子沒問題，這牆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。說完直接就走了，但他卻感覺事情並不簡單。節目組剪掉了一段頭髮去找專家，專家看了半天，說這確實是人類的頭髮。那牆上為啥會長頭髮呢？專家猜測有人摔倒後撞碎了牆上瓷磚，頭髮就卡在了縫隙裡。接着還做了個實驗，把假髮綁在錘子上，用力敲打瓷磚，果然真就有很多頭髮卡在了上面。但他卻說自己根本就沒有摔倒過，而且自己頭髮長度也不符合呀。那到底是誰的頭髮？她給出差的老公打電話，老公一聽直接就說是她的頭髮。哎，咋回事呢？等老公出差回家後，果然就對上號了，頭髮長度也吻合。丈夫坦白說出差前喝多了，在廁所跌倒了，當時也沒太在意，第2天直接就出差了，到現在頭上還有個大包，看又是虛驚一場。然而下面這家的廁所裡也發生了一件怪事。他家廁所住了一個看不見的人，只要關上燈就會傳來洗手的聲音，嘩啦嘩啦的，肥皂上出現了奇怪的痕跡，地上也經常一片狼藉。打開燈呢卻什麼都沒有，關鍵廁所都安裝了防盜窗，地漏也是堵死的，不可能有東西能進來啊。這種怪異的現象整整持續了半年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潰，甚至懷疑是被什麼不好的東西纏住了。節目組在廁所安裝了攝像頭，一夜過後查看錄像，卻看到了讓人頭皮發麻的一幕，馬桶裡竟然鑽出來一隻大老鼠啊！來到地面就開始瘋狂破壞，發洩完又鑽進馬桶走了。主人這才恍然大悟，說有一次上廁所就感覺被什麼東西頂了一下啊，現在想想都後怕，嚇得他直接跑到了鄰居家上廁所。關鍵他家在18樓啊，這老鼠是怎麼鑽上來的？這很不科學。專家說老鼠會游泳，馬桶管道只有 S 彎的部位會存水，老鼠完全可以爬上來。專家決定用粘鼠板抓住它，圍着馬桶放了4個，但這老鼠成精了，好像意識到了危險，左聞聞右看看，遲遲沒有來到地面，猶豫了好久，最終繞過粘鼠板跳了下來。畢竟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鼠，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誘惑它，它竟然推開了粘鼠板，一個風騷走位又溜回了馬桶。工作人員決定用另一種方式阻止它，在樓下的總管道上安裝了防回流輸水阀，這樣只能朝一個方向打開，老鼠就爬不上來了。這下世界安靜了。然而下面這家廁所裡好像也住了什麼東西，他家的廁所會叫，只要靜靜的聽就能聽到咕呱咕呱的声音。有一次主人就看到一個黑影從洗手盆裡鑽了進去，好像是一個小動物。他們壯着膽子決定把這玩意兒吊出來，用繩子把蟲子綁住，吊在半空等待它上鈎。沒一會兒果然鑽出來一個什麼東西，離近了一看原來是一隻青蛙，它直接一口就把蟲子吞了，但感覺不对勁又吐了出來。奇怪，家裡怎麼會出現青蛙？而且他們家住在9樓，哎，這很不科學。剛開始以為是鄰居家的寵物，但鄰居卻說家裡並沒有養寵物，樓上樓下都問過了，沒有人養青蛙。專家研究了半天，說看着應該是典型的樹蛙，雖然樹蛙會爬牆，但是你這是9樓，樹蛙根本是爬不上來的。洗手台的水管和馬桶管道還不一樣，不可能通過管道爬上來。專家猜測了很多原因，都被否定了啊！一筹莫展，没有任何線索。最後主人說之前從家裡帶來過一些生菜。專家恍然大悟，說蔬菜內部一般都會有蟲卵或者小昆蟲之類的，這只樹蛙應該就是這樣來到廁所的。接下來展開了營救，鋸開水槽，樹蛙就跳了出來，小小的一只，隨後就呱呱呱的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
他把鞋油塗在臉上，連續10年，每天都要塗1盒，10年來沒洗過臉，除了眼睛和嘴巴，臉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蓋。鞋油乾裂後，令他疼痛難忍。即使這樣，他依舊每天塗抹鞋油，從1天塗抹1次，直到後來的1天塗1盒，邊塗還邊笑。問他為什麼要這樣，他就什麼都不說，緊張的環顧四周，焦急的等待着什麼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麼。隨後跟着一個女人來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，說女人是他姐姐，詢問姐姐情況，姐姐卻越來越激動，看着不太聰明的樣子。晚上他們就隨便找個凳子睡覺，此時溫度零下4度。節目組想要幫助他，卻被拒絕了。節目組帶他們來到派出所，想確定一下他們的身份，根據指紋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。節目組決定帶他們回家，剛上車，一聽說要回家，姐姐立馬暴躁地哭了起來，還讓節目組趕緊放她走。沒辦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隨後姐弟倆坐上地鐵，消失在了鏡頭裡。節目組單獨去拜訪了他家裡，父親說他倆智力有缺陷，經常離家出走，曾經多次阻止也無濟於事。為了尋找他們，父親到處張貼尋人啟事，一直沒有回音，還以為姐弟倆已經遭遇不測了。節目組想要幫他們團聚，在車站找了好幾天，終於找到了姐弟倆。至於為啥不願意回家，姐姐還是沒有說。節目組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住的地方，經過長時間的勸說，他決定洗臉了。鞋油成塊的掉落，整整洗了3個小時，終於清洗乾淨，這樣看着正常多了。跟心理醫生交流後才知道，之前有人在地鐵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無緣無故的開始毆打，往他臉上塗鞋油，還警告他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塗鞋油。慢慢的，為了保護自己，他就開始主動往臉上塗鞋油。這時姐姐也說出了離家出走的真正原因，原來姐弟倆還有一個哥哥，哥哥脾氣暴躁，經常對他們拳打腳踢，兩人天真的以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們就不会挨打了，才會不斷的離家出走。經過長時間的心理諮詢，姐弟倆終於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，一家人終於團聚了，還表示以後不會再離家出走了。大媽38年沒摘過口罩，即使睡覺也不摘，從沒有人完整的看過她的臉。有人說口罩下面的臉非常恐怖，看了就會做噩夢，只有在她洗臉的時候會摘掉，但從不照鏡子，洗完臉就要趕緊戴上。節目組想讓大媽摘掉口罩，也被拒絕了。不僅如此，她還一直用手扶着臉，好像很痛苦的樣子，說必須要手動把眼皮翻開才能看清東西。大媽從衣櫃拿出自己年輕時的照片，看着很正常啊，為什麼會變成現在这樣？真的是奇怪。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飯，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獨自一人在臥室吃，家人都20年沒見過他的臉了，就連女兒拍結婚照他都沒有參加，因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大媽說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來她18歲結婚後生下了4個孩子，在生第5個孩子的時候，很不幸出生就夭折了，這對她打擊很大。慢慢的，嘴巴變得不聽使喚，舌頭也變得僵硬起來。大媽鼓足勇氣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齒都掉光了，牙齦都是外翻的。醫生說她這種情況就是心理原因導致的，很可能是孩子的夭折讓她悲傷過度，以至於嚴重影響到了身體健康。醫生給大媽制定了詳細的康復規劃，希望大媽趕快走出來吧。和大媽一樣，下面這個大叔也喜歡戴着面具，一個戴着詭異面具的人在無人的蘆葦叢中彈琴，穿着白衣服，看着十分詭異，即使在深夜也會傳來琴聲，看到有人靠近立馬扛着琴跑了。聯想到最近發生的一起兇殺案，工作人員覺得這人可能不簡單。第二天又見到了他，正戴着面具做表演。有人說他在街上彈琴已經有2年了，從來沒有人見過他的真面目，都很好奇面具下的臉長什麼樣。表演結束後，他終於摘下了面具，滿頭大汗。那他為啥要一直戴着面具？原來啊，他的夢想是當一名鋼琴家，但只要上台表演就會非常恐懼，手腳不停出汗，以至於失誤不斷。慢慢的，只要有人在，自己就無法彈琴，他不得不放棄了夢想，當起了快遞員。偶然的一次，當他戴上面具彈琴時，各種恐懼緊張一下子都不見了。他開始嘗試在街上戴面具表演，沒想到大家都很喜歡看。他說剛開始很在乎別人的眼光，那現在戴上面具後，他不用在乎別人的感受了，感覺非常自在。節目組建議他摘掉面具表演，他內心還是非常猶豫。第二天下班後，他照常戴着面具表演。表演結束，他突然舉起了牌子，上面寫了自己一直戴面具的原因。這一刻，他決定摘掉面具，眾人紛紛鼓掌支持。他不再緊張，不再恐懼，非常輕鬆地彈奏了一曲。所以說，直面內心的恐懼才是治療心理問題的關鍵。大叔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。這位96歲的奶奶曾經死過，但又活了過來，不僅長出了黑頭髮，還長出了新牙。村民都曾參加過她的葬禮，而此刻她卻在廚房做飯，看起來非常健康。她記得自己生病住院，但完全不記得自己死而復生的經歷。面對節目組的質疑，老人的女兒說，這一切都是真的。當時在醫院裡，母親就停止了呼吸，我們連衣服和板板都為她準備好了。原來老太太之前突發心臟病，送到醫院搶救後，醫生也無能為力，於是就把老太太接回了家。萬萬沒想到，在她停止呼吸3小時後，老太太突然開始咳嗽，慢慢的恢復了生命跡象。家人都感到很震驚，醫生聽說後也感到很驚訝。
不僅如此，死而復生的他，整個身體也發生了變化。首先就是視力變好了，穿針引線已經不用戴老花鏡了，而且後腦勺開始長出黑頭髮，皮膚也變得很光滑，連老年斑都消失了。節目組甚至忍不住伸手感受了一下，但是你禮貌嗎？這樣，女兒說她以前走路必須要用拐杖，但是現在不僅不需要拐杖，還能下地幹活。更令節目組感到震驚的是，老太太竟然長出了新牙。為此，節目組邀請了專家看到後大跌眼鏡，是真的大跌眼鏡。 치아가 새로 나오는 건 분명히 맞습니다. 95세 나이에 또 이가 나온다면 虽然好像很难解釋這種現象，但是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，一家人都很開心。那最後就祝她永遠健康快樂吧。和老太太一樣死而復生的，還有下面這隻狗狗。這是一隻從墳墓裡爬出來的狗，在它死後的第5天，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。主人看到它回來，頭髮都炸起來了，而且旺財後腿受了嚴重的傷，只能用前腿爬行。這一切要從5天前說起。那天主人在田裡幹活，旺財在馬路上溜達，一個沒注意就被過往的車碾壓了。當主人趕過來的時候，旺財已經奄奄一息。沒一會兒，旺財就閉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主人非常傷心，然後鄰居幫忙把旺財埋在了山上。但就在5天後，主人在院子裡突然聽到一聲熟悉的狗叫。剛開始她以為自己幻聽了，沒太在意，但隨後她老公也聽到了狗叫聲，於是他們朝聲音的方向搜尋，最後在房子附近的溝裡發現了旺財。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議，鄰居也很內疚，畢竟是自己誤以為旺財死了，才幫忙埋起來的。此時旺財的身體情況很差，寵物醫生對他進行了全面檢查，發現旺財後腿已經粉碎性骨折了。那麼這種情況下，他是如何從半米深的坑裡爬出來的？為此，節目組邀請了動物行為專家，專家分析後說，當時掩埋旺財的土壤顆粒很大，還混合着很多雜草，使得空氣能夠流通，這很利於他爬出墳墓。破土而出的旺財就這樣沿着回家的路一點點爬行，最後爬到了家附近的溝裡，溝裡面的水幫助他生存了4天，最終被主人在這裡發現。隨後醫生給旺財做了骨折手術，手術很成功，骨頭都恢復了原位。那就希望旺財早日康復。勇敢狗狗不怕困難，他們都是經歷過死亡的。而下面這位是每天都會神秘消失。這個男人說他媽媽每天晚上都會神秘消失，於是節目組趁白天趕緊去見了他媽媽。原來是小狗的媽媽。主人說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，天亮了又會準時出現。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來，問題是它一直被鏈子鎖着，而且鎖扣需要按壓才能打開。小白無論如何都是無法掙脫鎖鏈的。開鎖專家也說，這種鎖扣只有人才可以打開。專家認為是有人故意幫小白解開的，但是家裡其他人都說沒有幫小白解開過鎖鏈。沒辦法，節目組決定安裝攝像機，全程拍攝。剛開始一切正常，時間來到半夜2點13，突然一陣聲響驚動了節目組，接着就發現小白已經消失了，狗窩裡只剩下了狗寶寶。節目組趕緊查看錄像，小白剛開始只是來回徘徊，突然在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，鎖扣就被打開了，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裡。為了解開謎團，節目組又邀請了動物專家，專家反覆觀看錄像後，終於發現了問題。鎖鏈是用一根電線制作的，當小白來回走動時，就會把鎖鏈擰起來，利用巧勁別開了鎖扣。剛開始的時候，小白可能意外打開了1次，慢慢的他就對開鎖越來越熟練，畢竟沒有困難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現在問題又來了，小白為什麼要選擇晚上消失？專家通過分析後發現，原來小白消失是為了來後院吃狗糧。專家表示，小白是個盡職的母親，她知道要想餵好孩子，自己就要保證營養，才會每天偷偷跑出來加餐。主人感到很內疚，決定以後在小白的狗糧裡再多加上1盒罐頭。最後我還有個疑問，為什麼小白的2個孩子是不同的品種啊？知道的評論區說一下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讓我們一起走進科學。他每天都要吃牙籤，吃飯要先擺上3盒牙籤，1根牙籤就着1口米飯，500根1盒的牙籤，每天3盒就是1500根，直接成了他的主食，邊吃還邊笑。好吃，特別好吃，比柚子香。打牌的時候就當成零食吃，一根根往嘴裡塞。床頭也放滿了牙籤和一次性筷子，方便看電視的時候吃。逛街的時候，他甚至連扇子都想嘗一嘗。最急的人是她老公，怕她吃死了，也試圖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聽，反而還認為正是牙籤救了她的命，這又是為啥？她也不解釋。現在還變本加厲，覺得牙籤不過癮了，直接吃起了筷子，說筷子吃着有嚼勁，口感也比牙籤好。她老公真的害怕了，切了點水果讓她改善一下，她看都沒看，直接丟在一邊，對着托盤口水直流，要讓老公把托盤劈了給她吃。老公都要瘋了，這玩意能吃嗎？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再慣着她了。算了，當我沒說。看來只要是木頭大姐都想嘗一嘗。她邊吃還邊嫌棄，說這托盤應該是用膠水拼接的，滿滿的科技與狠活，味道不如牙籤香。那她到底為啥要吃木頭？真的是奇怪。
大家又給他找來了一堆木製品。大姐一嘗，這不還是科技與狠活嗎？都是用油漆刷過的，一點都不好吃。總結下來還是牙籤好吃。就在這時，他終於告訴了大家吃牙籤的原因。原來他之前患有嚴重的胃病，有天痛到無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一根牙籤，沒想到胃裡一下就不痛了。從那以後，只要胃疼就會吃牙籤，竟然還慢慢吃上癮了，寧可不吃飯也要吃牙籤。大家現在都想知道他身體真的健康嗎？一旁的老公終於講話了，說帶他去醫院檢查過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體啥毛病沒有。現在他們的問題就是牙籤很貴，吃不起了。為此，街坊鄰居都來支持，紛紛送上牙籤。不得不說，大姐的牙口真好，真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啊！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凌晨3點，全村人都不睡覺，全部守在一個攝像機前面。攝像機正對着黑漆漆的街道，只為聽到一個熟悉又恐怖的聲音。村裡人最近被這怪聲搞得精神崩潰，一到凌晨3點，整個村子就會傳來類似電話撥號的聲音。女孩說，聲音是從1個月前開始的，接着播放了自己錄到的聲音。節目組決定等待聲音出現，就在3點整，聲音如約而至。声音很明顯是從外面傳來的，於是第二天大家在村裡街道上都布置了攝像機，想要拍到點什麼。凌晨3點，聲音準時傳來，攝像機卻沒有任何發現。白天節目組在村裡轉了半天，教堂的廣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但負責人說這廣播線路斷了，已經很久沒用了。很快村委會的廣播進入了大家的視線，不過村長表示也很久沒用了，但除了這2個可疑的廣播外，就沒有任何能發出這麼有穿透力聲音的設備了。節目組決定還是安裝攝像機監控一下。又來到了凌晨3點，聲音再次準時響起，這次大家確定聲音就是從村委會廣播裡傳來的。但詭異的是，此刻村委會裡並沒有人。村長說廣播設備只有自己有鑰匙，除了自己沒人能使用廣播。村長還給大家看了最近1個月的廣播記錄，一共就廣播過2次，但這聲音最近每天都有，所以肯定不是村長的原因。節目組又想到了專家，拿着錄到的聲音去分析，專家果然不一樣，直接從這聲音裡面聽出了對應的按鍵號碼，而且每個按鍵間隔都一致。專家說人類是無法做到這一點的，所以肯定不是人為的。那現在怎麼辦呢？大家找來廣播設備的廠家售後，經過長時間排查，終於找到了問題所在。售後說設備每天都有一個固定的運行信號，可以簡單理解為設備重啟信號。這台廣播設備的重啟信號設置在了凌晨3點，這個一般是不會被廣播出去的，但恰巧這台設備發生了故障，才導致這個微弱的信號被放大，並且廣播了出去。省流，廣播設備出故障了。他每次坐地鐵都要先把鞋油塗在臉上，連續10年每天塗1盒，10年來沒洗過臉，厚厚的鞋油像抹了一層瀝青，乾裂後令他疼痛難忍。即使這樣，他依舊每天塗抹。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，他卻什麼都不說，緊張地環顧四周，焦急地等待着什麼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麼。隨後等來一個女人，女人帶他來到救濟站吃飯。這裡的工作人員說，女人是他姐姐，他們這樣已經10年了，大家都不知道發生過什麼。記者決定上前詢問姐姐情況，沒想到姐姐看到鏡頭越來越激動，衝着節目組大喊大叫。隨後兩人快速離開，又跑到了地鐵站，隨便找了個躺椅準備睡覺。此時氣溫只有4度，記者擔心他們凍出病，提出要幫他們訂房間，卻被拒絕了。記者不忍心看他挨凍，脫下自己的外套給了他。白天還沒等節目組找他們就急匆匆找到了節目組，把外套還了回來。第一次對記者說了謝謝，說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能要。大家把姐弟倆帶到了派出所，經過一番調查，總算搞清了他們的身份，家裡父母健在，還有一個哥哥。大家隨即決定帶姐弟倆回家。剛上車一聽說要回家，姐姐立馬情緒失控，說什麼都不要回家，哭着求大家放他走。無奈之下，只能讓他們離開。隨後記者單獨找到了他家，才看清這家的情況。父親身體不好，母親痴呆。父親說這兩姐弟從小就不正常，經常無缘無故的一起離家出走，曾經多次阻止也無濟於事。為了尋找他們，父親到處張貼尋人啟事，一直沒有回音，還以為姐弟倆已經遭遇不測，就連父親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每次都要離家出走。大家在地鐵站找了好幾天，總算又找到了姐弟倆。至於為啥不願意回家，姐姐還是沒有說。為了拉近彼此距離，記者決定跟他們同吃同住。每次在救濟站，弟弟還會主動幫記者打飯，慢慢對記者敞開了心扉。記者順勢提議給他們找個住的地方，姐弟倆也接受了。弟弟的皮膚狀況非常嚴重，甚至已經引起了潰瘍。記者建議他先把鞋油洗掉，他猶豫了好久，看起來有所顧忌。經過長時間的勸說，他終於決定洗掉。隨着一點點揉搓，大塊的鞋油開始脫落，還差點把下水道堵住。從衛生間出來，像是變了一個人，恢復了皮膚應有的光澤。隔天大家帶姐弟倆去做了心理諮詢，這才知道他為什麼塗鞋油。之前有人在地鐵看到智力缺陷的他，就開始無缘無故的毆打。有人建議他往臉上塗鞋油，這樣就可以唬住別人。他也不知道管不管用，為了保護自己不再被打，就把鞋油涂到了臉上。接着姐姐也說出了不願回家的真正原因，都是因為家裡的那個大哥。大哥脾氣暴躁，經常对他拳打腳踢，因為害怕所以才跑。姐弟倆彼此依賴，弟弟擔心姐姐獨自一人在外不安全，
所以會跟着姐姐一起離家出走。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姐弟倆終於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。一見面，父親就把姐弟倆摟入懷中，心疼地撫摸着。大哥也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，表示以後不會再打他們了。姐弟倆也向記者保證不會再離家出走。但就在這期節目播出2年後，有觀眾反饋說，他們好像又離家出走了，在地鐵站又見到了臉黑黑的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節目組決定回訪，現在2023年，姐弟倆到底過得怎麼樣了？根據之前的地址來到他家，發現姐弟倆都胖了很多，臉上也干干淨淨的，精神面貌已遠超過去，希望他們的生活永遠充滿希望。村裡老人每天不吃飯也要來這條小溪裡泡一泡，他們說小溪裡的石頭會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會劇烈跳動，酥麻的感覺瞬間傳遍全身。流過石頭的水好像也有魔力，村裡人像瘋了一樣泡在水裡，說泡完神清氣爽，有的還會把這水接回家，一臉笑意的表示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記者忍不住了，說什麼都要感受一下。我嚴重懷疑這家伙是演的，韓國人都這個屌樣，但他信誓旦旦地說自己真的有被電到，不過感覺挺爽的，甚至還有點上癮。節目組攝像大哥看不下去了，你這演的太假了，你當觀眾是傻子啊？我來試試，這也沒事啊。靠！攝像大哥表示自己真不是演的，這石頭真的帶電了。接着他們摸了摸旁邊的石頭，沒有任何感覺。整條小溪只有這塊石頭會讓人產生酥麻的感覺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種磁場和能量。節目組請來專家，專家也被電了一下。為了尋找答案，大家順着溪流往上游走，發現了一間房子，看樣子很久沒住人了。剛想進去了解情況，卻被門把手電了一下，用電筆一測，果然有電。看來這房子漏電了。拉下電閘後，神奇的事情出現了，那塊石頭不再讓人產生酥麻的感覺。原因很明顯了，這座房子漏電，電流傳導到了石頭上，所以才會讓人產生酥麻的錯覺。維修好了電路，石頭也變成了普通的石頭。沒想到村民卻很傷感，這麼舒服的按摩以後再也享受不到了。你們真是造孽啊！大叔每天來菜市場卻從不買菜，商販們卻開心得不得了，因為大叔是來抓蒼蠅的，他一巴掌就能抓到5隻，抓過的蒼蠅足足裝了4大袋。菜市場的蒼蠅見了他都嚇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絕對不會落空，引得商販連連喝彩。看着只是簡單的揮揮手，有個商販覺得自己也可以，結果1隻都沒抓到。工作時，一隻不知好歹的蚊子飛到了大叔身邊，大叔慢慢靠近，蒼蠅察覺不對立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已經出手，沒有一隻蒼蠅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大叔輕蔑一笑，表示這都不算啥。緊接着他表情嚴肅起來，眼神快速掃描，原來屋頂還趴着一隻。大叔迅速丟出紙團，蒼蠅瞬間成了肉泥。大叔對蚊子恨之入骨是有原因的，都是因為13年前的一件小事。當時正在和客戶談合作，沒成想菜裡竟然出現了一隻死蒼蠅，客戶憤然離去，20萬元的訂單也隨之丟了。僅僅因為一個蒼蠅就損失了20萬。大叔越想越氣，發誓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絕對不允許有蒼蠅。從那以後，他開始訓練自己的反應力，苦練抓銀龍抓手，對着樹練習7傷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繭。就這樣練就了100%空手抓蒼蠅的絕技。1年時間內抓到的蒼蠅裝滿了4大袋，還把蒼蠅做成了標本，就是為了更好的研究它。正所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現在大叔還開了一個昆蟲消殺公司，只要別人一個電話，他就會帶着員工上門抓蒼蠅，一邊用撲蠅器，一邊大叔徒手抓。結果撲蠅器還沒有大叔的效率高，不得不說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實用啊。这座沒人住的房子裡，經常傳來說話的聲音，還一直出現一些新鮮食物。附近的村民說，每天晚上都會出現一個男人，但房子的主人4年前就去世了。那這房子裡面到底是誰？節目組決定在門口蹲守。這時，一個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走進了房子，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靠近，只見他拿出了一堆盒飯，接着和照片上的人說話，甚至還餵照片吃飯。餵了一口飯後，他好像感覺到照片上的人對飯菜不滿意，他接着說明天帶個大雞腿。工作人員上門詢問，他說照片是他哥哥，照片後面還擺着哥哥的骨灰盒。自從哥哥去世後，他就一直和哥哥的照片一起吃飯，一起睡覺。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擦照片，給哥哥道別後就回到了自己的家，家裡也擺滿了哥哥的照片，還一直對着照片說話。妻子也見怪不怪了，原來在他們小時候父母就去世了，哥哥不得不輟學打工，承擔起了照顧弟弟們的責任，還說哥哥經常把好吃的讓給他們。因為哥哥去世的時候自己沒來得及參加葬禮，感覺非常愧疚，久久無法釋懷，只想盡量去彌補遺憾，所以才會一直陪着哥哥。好了，我是預備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每到晚上7點，理髮店的感應門就會自動打開，但門口一個人都沒有。然而在白天，門卻可以正常工作，一旦到了晚上7點，門就會詭異的自動開關，就好像有什麼東西要進來一樣。即使在眾目睽睽之下，依然自動打開，顧客都覺得很不可思議。店主聯繫了感應門廠家，廠家卻說一切正常。店員猜測可能是地板上的頭髮影響到了傳感器。為了驗證這一說法，他們抓起一把頭髮丟在門口，門還真的打開了。但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，如果要達到這種效果的話，頭髮必須要一直在門口掉落才可以。另一個員工猜測
測可能是對面那個神秘人操控的，他總是蹲在對面台階上看着理髮店，但想想也不對，即使他不在的時候，门也會自動開關。第3個員工認為可能是燈光影響到了傳感器，因為他家的招牌燈都是7點開始亮，這個看着最有可能。接着關掉了店內所有燈光，果然門就停止了移動，但沒過2分鐘又開始自動開關。很明顯，所有猜測都是錯的。這時顧客說出了另一種可能，因為之前這附近就出過車禍，可能真的有鬼，而且是一個想剪頭髮的鬼，因為沒有錢，所以一直在門口徘徊。店員開玩笑似的對着門口喊道：進來吧，給你免費剪頭髮。沒想到啊，本來正在關閉的門瞬間就打開了，大家都快嚇尿了。但凡事要講科學，我們找來了經驗豐富的維修師傅，師傅拆開感應門的控制部件，又是測電流又是測電壓，研究了好幾個小時都沒有找到原因。師傅說一切看起來都是好的，感覺真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控着感应门，這還真成了未解之謎。下面這個村子也正在遭受聲音的困擾，村子裡整天傳來敲打鋼管的聲音，聲音每隔2小時出現一次，已經持續了3個月，很多村民都無法睡覺，甚至還報過警，依然沒有任何發現。專家分析了聲音，發現聲音間隔不一樣，很明顯是有人故意制造的。節目組在村裡安裝了多個攝像頭，還是只能聽到聲音，卻找不到任何奇怪的人。在村裡排查了好久，終於確定了聲音的大體位置。有個村民說之前也懷疑過這裡，但只要上前查看，聲音就會停止。工作人員繼續在附近排查，這時一位神秘的村民向節目組反映，說他知道聲音來源，說是自己丟垃圾時偶然發現的，確定聲音就是從那扇窗戶裡傳出來的。那這樣好辦了，架起攝像機對準窗戶，等待聲音出現。幾分鐘後，窗戶突然被打開，只見有個人在敲着什麼東西，接着就傳來了熟悉的敲打聲。工作人員趕緊上前詢問，敲了半天門也沒人回應。第2天節目組繼續上門拜訪，這次門終於開了，問他為什麼要發出聲音，他卻說自己也是受害者，樓上一直有人穿着高跟鞋在家走路，自己為了反擊才發出聲音作為警告。節目組詢問樓上鄰居，鄰居卻說自己從來不會在家裡穿高跟鞋。這就奇怪了，醫生認為他患有被害妄想症，以至於出現了幻聽，必須要接受心理治療。經過多次勸說，他終於同意接受治療，困擾村民3個月的聲音終於停止了。這還沒完，下面這座空房子又發生了怪事。他家天花板上出現了一個詭異的洞，洞口會流出黃色液體，還經常傳來奇怪的聲音，洞的數量不斷增加。第2天就多出來好幾個，有大有小，形狀各異。用內窺鏡往洞裡一看，卻發現了一個更驚人的秘密。剛開始呢，他還以為是蟑螂，丈夫拿着殺蟲劑一陣猛噴，再仔細一看，才發現是個洞。天花板上怎麼會有洞呢？嚇得他趕緊去找物業。物業說30年來從未聽說過這種事情，也沒有別的住戶反映過。物業表示他們管不了，主人現在很害怕，找來節目組。節目組猜測呢，可能是孩子拿玩具捅破的，但孩子說不是自己。現在誰還玩玩具啊？都是看手機。想想也是，就算用筷子也不能戳破天花板。隨後拿內窺鏡伸到裡面一看，竟然發現了一坨毛髮，還有很多牆紙碎片。主人還說天花板經常傳來奇怪的聲音，有時咯吱咯吱的，有時呢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。難道天花板有什麼生物？主人聽到這裡瞬間起了一身雞皮疙瘩，因為天花板沒有出口啊，所以這東西應該還在天花板上。節目組把攝像機對準天花板，準備等它再次打洞的時候抓現行，但一直過了3天都沒再出現新洞口，也沒再聽到奇怪的聲音。沒辦法了，必須要請專家了。專家在壁櫥裡也發現了一團毛髮，很明顯不是人的頭髮，還發現了一坨便便。專家仔細觀察後說，這東西啊應該就是老鼠，但他們住在7樓，天花板怎麼可能會有老鼠呢？專家說一定是通過一些縫隙鑽進去的，進去之後呢就被困住了，不知道怎麼出來，所以才會打洞。至於最近呢都沒有什麼動靜，專家認為老鼠已經逃走了。那它到底是怎麼鑽進天花板的？專家拆掉通風管道後，發現管道附近有個明顯的裂縫，老鼠就是通過這個縫隙鑽進來的，最後也是通過縫隙逃走的。為了防止老鼠再次進來，他們堵住了通風管道的縫隙，重新貼上了新的壁紙，一切恢復了正常。然而下面這個房子又出現了新問題，在海邊一座孤零零的房子裡，每天都會傳來呲啦呲啦的聲音，房子外面還有個神秘的圖騰，看着非常詭異。有人說房子裡住着海王，聲音是他磨三叉戟時發出的。工作人員才不信，壯着膽子上前查看，發現大門竟然是開着的。不怕死的工作人員走了進去，裡面一片漆黑，突然燈就亮了，映入眼簾的就是用膠帶鋪成的地板，用了2種顏色的膠帶交叉覆蓋，形成了特殊的花紋。抬頭一看更誇張，房子的牆壁全部貼上了綠色膠帶。不僅如此，臥室也完全用膠帶覆蓋。這時主人出現了，不是海王，而是一位老奶奶。奶奶說這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，自己喜歡這樣的裝修風格，足足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。那外面的圖騰代表着什麼？奶奶說圖騰沒什麼特殊含義，是這個房子的裝修圖，自己就是按照圖騰來裝修房子的。但每隔一段時間，膠帶就會失去光澤，奶奶就會重新貼一遍新膠帶，不一會兒就用完了1卷膠帶，還說1周就要用掉300卷。打開櫥子，裡面存放了大量膠帶。他為什麼會有這種迷惑行為？原來40年前他的身體出現了問題，以至於不能出
出門，為了鍛鍊身體，才決定用膠帶裝飾房子，順便呢鍛鍊身體。沒想到現在身體越來越健康，所以就堅持每天貼膠帶了。但是要論迷惑行為，還得看下面這位大叔。這座公寓每到深夜就會叫，公寓的住戶苦不堪言。有人說聽起來像青蛙在叫，又像是什麼東西在樓梯上跳。節目組循聲來到一位住戶家裡，只見聲音越來越大，打開燈後讓人哭笑不得。原來是大叔磨牙的聲音，磨的那叫一個響。嘴角還不停抽搐，這簡直就是用生命在磨牙。大叔說自己磨牙已經20年了，牙都磨掉了半顆，以至於現在都無法咀嚼食物，只能喝湯。妻子因為受不了，跟他離了婚。看着自己磨牙的錄像，大叔表情凝重，說這是第一次看自己磨牙，沒想到磨得那麼深，磨得那麼認真。朋友們也幫他解決過磨牙問題，等他磨牙的時候，脫掉襪子塞他嘴裡，還會讓他叼着一雙筷子入睡，但都無濟於事，反而磨牙越來越嚴重。去過很多醫院，結果把同房間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。大叔也覺得很不好意思，節目組再次帶他來到大醫院，醫生說從沒見過這麼嚴重的磨牙患者，牙神經都快暴露出來了。隨後檢測他磨牙時的各項身體機能，醫生發現在他睡覺時舌頭滾動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他只能張嘴呼吸，這就是他磨牙的原因。對應的解決方案是做呼吸治療。經過醫生的努力，大叔終於改掉了磨牙的習慣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的手機會自己撥打電話，每天撥打2000次，他都換了5個新手機了，但是沒用。即使買完手機剛出門，電話就開始自動撥打起來，慢慢的一家3口的手機都出现了這種問題，但手機並沒有中病毒，這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潰，而且電話都打給了親戚朋友。朋友說有時候1分鐘就能接到20個，剛接通就掛斷。有一個朋友還是開餐廳的，電話非常耽誤工作，給朋友道歉成了他們一家人的日常。手機不僅會自己打電話，有時還會發短信，關鍵短信內容很驚悚，還說這種現象一般都出現在晚上。於是節目組決定等待，但1夜過去，手機並沒有出現自動打電話的情況。節目組又安裝了多個攝像機，全程監控。第二天，兒子的手機率先打起了電話，兒子想拿手機給鏡頭看，剛走2步，手機自己就掛斷了。與此同時，大叔的手機收到了一條短信，上面寫着去世很久的父親名字，這就非常驚悚了。節目組仔細觀察錄像後，終於發現了端倪。錄像顯示，奇怪的現象都發生在兒子拿着手機的時候，只有當他拿着手機，手機才會自動撥打電話。父親手機上的短信也是在他拿走父親手機後才收到的，而且每次都是兒子第一個發現這種現象。通過這些反常的舉動，節目組認為兒子就是始作俑者。心理醫生還發現，兒子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很老練，看起來是策劃好的，而不是簡單的心理問題。節目組把兒子請了過來，想要套路他一下。經過一番詢問，兒子終於憋不住了，承認了自己的所作所為。那他為啥要這樣做？兒子說別人都覺得他沒用，正好他了解到一款遠程控制別人手機的軟件，用軟件控制了父母的手機。剛開始呢，覺得整蠱家人很好玩，而且家裡就他懂智能手機，父母都很依賴他，這也讓他獲得了心理上的滿足，才開始一直惡作劇。父母得知真相後很震驚，要求兒子向親戚朋友道歉。電話之謎總算解開。